它质感就是很奢侈，但是价钱很踏实，穿着体面也是还蛮重要的。毕竟像自由业者啊，就是要不断的扩充人脉，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机会会来。我们的穿搭就是我们不需要解释，但是可以被解读的名片。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大人的世界就是在追求一种体面，遇到机会的时候，我们才不会擦身而过。冬天穿搭的重点，除了外套之外，大概就是一直露在我们外面撑场面的灵魂画手包包了。快要12月了，好多的节日啊，还有折扣都挤在转角要跟我们相遇。你是不是也想要趁着打折季，找到一颗在预算内，然后有质感的包包，陪着你在即将要来的一堆比较需要正式一点的场合，体面的陪着你度过未来的一年呢？你的需求我也感应到了，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其实我很想要私藏的4款来自英国手工牛皮包包。用这4款包包，我们可以搭配基础的单品，也可以升华这些基础款，让他们可以从南瓜变马车，散发我们的珍珠光。Hello， 我们是 TP Girls， 我是笑点常很深的 A。我们影片都有设章节，你可以点一下就可以到你想要去的地方。但是麻烦广告的时候帮我们多停留个几秒，你小小的停留就是我们持续优化影片大大的支持。按惯例，像这类开箱的影片，我们会聊聊设计啦、材质、内里车缝，还有收尾，他们选用的五金啦，还有可以搭配的场合。第一个包包 Charles， 我根据之前就一直在找比较中性、简洁利落的设计，不要太花俏的公事包。不过看来看去，好像都只有男生的公事包款比较合我们眼缘。可是男生的包包真的都偏大，而且很重，不然就是包包的内里可能它的设计比较少了那么一点点诚意。我们就一直在想说，到底有没有那种偏中性风格的皮革公事包，可以装电脑啊什么的，或者是男生的公事包，到底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小一点的尺寸？终于向宇宙许愿，发出问号是有用的，有一个牌子感应到我们的需求了。Bera 它出了这一款叫 Charles 的男生公事包，它有分 medium 还有 large， 我们选的就是 medium 的，它可以带13寸的笔电或者是 iPad， 你的随身硬碟啊、滑鼠啊、键盘都可以放进去。再来我们就要看打造出质感的细节，就是材质部分。它的包包就是全牛皮，背带呢还可以做调整，重点是它里面放电脑的夹层，还有做cushion的设计，它可以温柔保护我们的身材工具。内里的材质它的是人造麂皮，触感非常的顺手好摸，在大冬天你伸进去找电脑的时候不会哎呦手被割到了，非常的安全。五金它是仿古董的处理，质感也很不错，拉链很顺手。另外即使他们是手工的工艺，它收边也收得非常的干净。自由业者或者是 content creator 最常工作的地方，大概除了家里就是咖啡厅了。那在咖啡厅，其实穿着也不要觉得说没有老板在，我们就真的随意的穿着体面也是还蛮重要的。毕竟像自由业者啊，就是要不断的扩充人脉，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机会会来。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亲身经历的故事，就是在刚毕业的时候，我们从加州搬到纽约，接到了第一个付费的案子，就是在一家餐厅。我们在等餐的时候，有个坐在我们旁边的女生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跑过来跟我们攀谈，然后就说啊，你们穿得很有型，就问我们说是不是做设计或艺术的啊？就聊，他就说他正在开发一个 app， 正在找平面设计动画师，然后看到我们的穿着就很想问问看是不是设计师，于是 G 就接到了他第一个案子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傻傻的觉得去咖啡厅工作啊就没有老板嘛，我们就可以穿得很随意。当然你偶尔心情不在状况内的时候，也可以真的穿得很随意。但是就像之前找风格的影片我们有提到，我们的穿搭就是我们不需要解释，但是可以被解读的名片。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行动的名片，所以就掌控好每一个可以让自己发出珍珠光的细节，遇到机会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擦身而过。说到这，别忘了点个订阅还有喜欢，我们才不会在茫茫油管擦身而过。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Zoe 手机斜背包。现在真的离不开手机，或者是有没有跟我一样的，就是手机永远是静音，连震动都没有，然后常常找不到手机，就会很需要一个手机的夹。像有时候衣服没有口袋啦，或者是不想要把手机放在衣服口袋里，破坏那个裤子的型，或者是有些工作它的机动性比较强，需要常常走来走去，动来动去，这一款手机斜背包就可以让你解放双手。虽然我也很喜欢尼龙的手机绳，
但我觉得好像某些场合带尼龙绳就是有点会让自己尴尬，但皮质的背带就是可以让我们在即使很正式的场合也不至于太随意，又可以比较随性一点，不会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尴尬。哦，对了，冬天穿外套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叠搭的饰品。这颗手机包也是全牛皮的，背面还很贴心的做了卡片的夹层，最内层还有可以放私房钱的夹层，它做的很隐秘，然后也不会太厚重，不会很蓬的感觉。这个手机斜背包因为它比较小，所以我猜它的工艺应该是比较难的，它的底部收边就比较有手工的痕迹。不过我觉得喜欢那种手工感的朋友就会很喜欢这个小细节，但它大部分的收尾都是收的还蛮干净的，也很仔细。最近假期很多，可能会常常需要出门旅游或逛街，或者是去一些美术馆啊参观一些展览什么的。出国尤其到治安比较不好的国家，就会很需要这种斜背背包。它虽然这一款设计呢看起来好像有点 man man 的，但它其实是一款女生的包包。这款包包还很能装，有时候就想要比较随性解放双手，但是要进一些商场或美术馆拍照什么的，又不想要看起来太随便，这颗包包就还蛮能撑场面的。重点就是男朋友也可以背，他背也不尴尬。还有啊，他在靠近身体的地方，他有做个小暗袋，不喜欢带钱包的朋友也可以考虑把钱放在这个小暗袋里。肩带也可以稍微做调整，穿厚重一点的时候就可以调长一点，那穿比较贴身紧身的衣服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调紧，松紧随你调，非常有弹性。再来就是材质的部分，它是100%纯牛皮，内里是100%酒红色纯棉，它跟外壳的咖啡色搭起来真的很配，很有那种英国古典感。它的车缝收边也是很干净舒心。再来很值得一提的就是拉链的部分，它是使用 YKK 的拉链， YKK 的拉链它的品质就是很有口碑的，真的很好拉很顺手，不过要小心它太好拉夹到手。Freya 圆形包包，最后想要分享的这个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一颗圆形包包。它的圆形设计的发想是来自于早期的女生放珠宝的首饰盒，也很像一些放绅士帽。打开包包的方式也非常可爱特别，它是有上方打开的。因为我自己使用东西的时候呢是比较随性一点，有点 man， 所以我会有一点点担心它包包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弹开，我里面的东西都掉出来。所以拍影片前我是有带去逛街，还有参加一些 event 的。目前我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。这个包包的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它的背带的设计是故意做一个不对称的设计。有背带的时候就很适合参加朋友的聚会啊，或者是活动，像需要穿着正式的一些场合，我们就可以把背带拿掉，它就秒变得很有气质、优雅又有型。包包的形状就是很特别嘛，所以如果是 I 人要伪装 E 人外出社交的时候，也可以跟朋友制造一些话题。再来就是材质的部分，它也是使用100%的纯牛皮，内里就是很舒服的人造麂皮，很柔软好摸。在做 Bera 包包的 research 的时候，我想说看看大家的反馈，我就看到有人分享，他说他本来想要断舍离掉几年前的一款包包，带到河边去野餐，结果一个不小心包包居然掉到河里，捡起来之后包包居然没有事他当下就决定要留下这个包包。本来我觉得好像有点夸张，没想到我前几天带这个包包去纽约最近 Luna 的展，看看这个包包到底好不好用，东西会不会发生以上我说的那些意外的时候呢，刚好下雨，然后也淋到雨水。本来我超担心，就我很怕会有水痕，但是没有虽然我后来是有把雨水擦掉，不过真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我还蛮惊讶的，也很意外。这个包包我自己是很满意，但是就像我一直强调的，几乎没有东西是100%完美的，因为它的形状是圆形的。我的手机夹壳大概是快要6 inch 18公分，放进去是会需要花一点时间敲，比这个尺寸再大应该就是塞不进去，但还好啦，就是我自己的衣服大部分都有口袋，不然我也有手机的夹了。虽然这个问题让我有一点点困扰，但是它的美感还有质感的分数很高，所以手机装不下这件事情我愿意稍作取舍，还是可以塞一些补妆的东西啊，还有钱包、随身消毒的酒精。
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包包的真实的感受，还有关于这个品牌。今天这个包包是来自于英国 Bera Bera， 它是由 Jack Bulow 创立的。Jack 他本来是想要去玻利维亚写游记，但是书没有完成。2016年的时候创立了 Bera Bera， 它的皮包是由玻利维亚皮匠打造的。哦，对了，玻利维亚的主要工业就是纺织还有皮革，原物料也是在玻利维亚当地就有的。它每个包包都是用手工打造的，所以它就是有满满的手工感，工匠一针一线的缝制。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完美，但很有自己的特色。这个品牌就是给我那种英国低调皑皑内含光的优雅感，不过你又可以感受到英国人他对于品质的讲究还有执着。我自己逛 Bera Bera 的网站的时候，我有种像被拉进电影里，像时时刻刻啊、赎罪或者小妇人、福尔摩斯的那种，总之就是很英国的感觉。刚毕业的时候是在一个皮包的设计公司工作，老板为了找到好的工匠去符合他的设计，他还特别从纽约跑到纽泽西的深处。他说好的皮匠真的很难找，而且其实那个成本就要拉得很高。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实际的就是他的创办人 Jack 的理念，就是要设计出有型、有质感、时髦，但是不会造成大家经济压力的皮包。所以他们的定价最高的我看了一下，大概是在350英镑。那我选的这4颗他们都没有超过215英镑，它的质感就是很奢侈，但是价钱很踏实，不会让人觉得有一种钱包要被掏空的压力。用这4款包包就可以搭配像我们自己衣柜里 Uniqlo 的衣服，或者是一些基础单品。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大人的世界就是在追求一种体面。如果比较习物的你可能会想说要怎么保养包包，那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偶尔拿皮件的保养油擦一下。如果你再更仔细一点，或者是长期不用的话，他们有送一个防尘袋，把它装起来放在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。不知道大家去逛街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种人，就是在看皮件的时候会把皮件这样猛吸。好吧，我承认我就是这种人。我非常喜欢皮革的味道，喜欢程度呢是之前去法国玩的时候还特别去买了皮革香味的香水。是真皮其实最简单的粗暴的方法就是把它凑近鼻子闻一下，猛吸一下。真的皮革的味道是会有一种很温润、很沉稳、沉静，会有一种很有质感的那种优雅的感觉。Bera Bera 的包包我每一个都闻了，皮革的香味就是骗不了人的。如果在英国的朋友可以去现场闻闻看。不过也因为是皮革包包，所以它会稍微比较重一点。不过会想要背皮革的场合，大概都是我们想要展现自己比较体面、质感、优雅、沉稳、稳重的一面，可能就要稍微做一个取舍。期待它有尼龙包包或者布包包的轻巧的话，可能就是有点太梦幻了。但是如果你担心太重的朋友，可以像我一样往小一点的挑。另外我们之前影片也有聊到，就是看一个单品除了看材质之外，我们也要看它挑选的五金啊，还有内里还有收尾。他们选的五金也都是比较扎实有质感的，内里也不含糊哦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肩带是可以拆而且还可以调整的，所以就有很多种背法，真的不想要用手拿的时候也不会很痛苦，因为它可以让你解放双手。哦，对了，它还有提供可以刻名字或者是特殊的一些符号在你的包包上。如果你在英国的话，真的很幸运，在实体店面有提供维修的服务。再来就是运费方面，英国境内是免运费，国际的话要满500英镑就可以免运。如果你需要更多详细的资讯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网站，他们大概都有回答，也可以找他们的客服。好啦，以上就是其实不太想跟大家分享的好物，不知道看完以后你最喜欢哪一款，还是有在网站上我没介绍到的包包，或是如果是你会怎么搭配，还是你也是会拿起皮件往鼻子上凑的人吗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。如无意外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First time that I met you